喂，请问你是谁？你好，请不要再打来了，可以吗？请告诉他们不要再打来了，可以吗？今天刚好是他的阴历生日，所以最开始电话多起来，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等电话数量、微信提醒多达3位数的时候，他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尤其是他登录不上微博了，他连忙尝试其他软件，都提示异地登录，有风险的时候，他才知道事情严重了。他的手机号被泄露了，这是他平时最常用的号码，事情大条了。工作交接、新通告的沟通敲定、机票的提醒信息，还有朋友们的电话，不知道有多少重要的电话和讯息被掩埋在这些未接来电和陌生讯息中。更可怕的是，他日常用的社交软件、邮件等涉及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的东西，现在也不知被泄露了多少。如果仅仅是打电话、加微信，王一博倒是觉得还没那么麻烦。但是现在，他渴望舞台，他渴望被更多人看到，他渴望被更多人喜欢和认可。但这是喜欢吗？喜欢到可以不顾及对方的生活、工作和隐私？喜欢到去伤害对方吗？那这种喜欢，我宁可不要。天天向上录制的时候，被问到喜欢什么样的情歌，当时王一博和肖战回答自己听的比较多的都是苦情歌。当时肖战笑着调侃，我们俩还真是苦到一块儿去了。现在确实是苦到一块儿去了，因为肖战的手机号也被泄露了。幸运的是，他被泄露的范围没有王一博的那么大。而正当肖战焦头烂额的时候，公司临时派来的助理告诉他，王一博的电话已被泄露了，目前在热搜正挂着。肖战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一些，他太了解王一博了。那个小朋友年纪不大，隐忍低调的功夫却已经炉火纯青了，除非是被戳到了底线。而现在，那些人似乎正在试探王一博的底线。不行，他得联系上他。几乎是潜意识的反应，肖战拿着手机就拨王一博的电话，打不通。对，现在怎么可能打得通？事情都已经酝酿快1天了。肖战借了工作人员的手机，花了不少功夫去回想王一博现在助理的手机号码，试探了好几次，最算是接通了。喂，你好，我是肖战，请问一博现在在你身边吗？麻烦请他听一下电话好吗？酒店里，王一博正冷着脸蹙着眉，一个个社交软件的找回自己的登录主权。助理刷开门卡走了进来，博哥，你的电话。无语，打我的还不够，竟然找到助理头上了。王一博停下手，眼神犀利如淬了毒的剑锋一般，死死地盯着助理。助理连忙摇着头大声道，不，是肖战老师的电话。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王一博虽然没有笑，但表情瞬间融化了一般，眉眼舒展开来，连紧绷的嘴角都松弛了几分。几乎在听到肖战老师4个字的同时，王一博已经站起身，3步并作2步抢走了电话。喂，战哥，是我。声音低低的，温柔的，又带着不细听完全听不出来的委屈。听到王一博的声音，肖战这才放下心来，之前自己被泄露电话的烦恼仿佛也轻了几分。尽管知道王一博看不到，但他还是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神采飞扬的锐凤眼弯成了好看的月牙形状。我都听说了，现在怎么样了？还好，我没事。你呢，战哥？肖战一愣，然后笑道，我能有什么事啊？忙着对行程呢。王一博松了口气，那就好。一博听到肖战少有的这么认真地喊自己，
王一博握着手机的手紧了几分。我在。你说，一博，我知道这件事黄牛和一些私生饭做得很过分，但是你千万不要回应，知道了吗？王一博抿了抿唇，没有说话。肖战有些急了，你知道的，上次我们2个行程被曝光，被迫改签了飞机，这事被爆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人说我们卖惨搞营销，更何况这次是手机号泄露的事情。假如你回应了，现在得有多少人等着蹭热度整你呢？说你卖惨都是轻的，甚至会有人觉得是我自己策划的，为了炒作。王一博接上了肖战的话，肖战笑了一下，有些苦涩的味道，声音却上扬了几分，打算逗逗王一博。是啊，前辈，你比我入圈早，经验丰富，所以你应该更懂得呀。与其回应造成那么多争议，还不如私下处理好了，是不是呀，一博哥？闻言，王一博终于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笑容，声音软了下来，带着仿佛王甜甜附体的声音回答：好的，肖战哥哥，乖，那你快去忙吧，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再约。好，战哥，你也好好保护自己，知道吗？知道啦，挂了啊。收了电话，肖战的心算是放下了，因为王一博是最重承诺的人，只要是他答应了，就绝对会做到。但是肖战还是放心的太早了。就在肖战给王一博打完电话不到2个小时，当晚10点的时候，王一博发了微博，正式回应了这件事。肖战的脾气算是极好的，早年被客户磨的，现在被娱乐圈磨的，但听到临时助理说了这话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快气炸了。要来助理电话就拨了王一博助理的电话。喂，战哥字还没等王一博喊出来，肖战就沉声质问：王一博，你疯了吗？你刚才是怎么答应我的？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你知道现在网上怎么说你的吗？热搜前5了，马上就第1了。肖战越想越气，你是不是疯了？你看看那些人说的还是人话吗？你看看他们再怎么攻击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肖战还在咋咋呼呼地生着气，王一博却突然笑了一下。王一博，你还是个人吗？都什么时候了，你竟然还笑得出来？没有，就是战哥，你这么有精神，真好。神？什么？肖战猛了一下。没什么，战哥我没事，真的，就是换号有点麻烦罢了。等等，王一博一向最重承诺，他明明答应了自己不会回应的，却突然变卦，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等一下，难道……肖战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因为他忙着处理自己的手机号被泄露的事，所以没时间关注热搜和舆论。王一博都冲到热搜第1了，那自己手机号被泄露的事，岂不是……一瞬间，肖战仿佛被禁言了一般，所有情绪都往眼睛上涌。他忍了又忍，终于将即将破闸而出的眼泪忍住了。战哥，他一直不说话。王一博喊了他一声，肖战压着嗓子问道：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王一博没有回答。王一博没有回答，而回他的只有一句低沉却有力的声音。王一博一字一句地说道：他们不该动你。凌晨的时候，酒店的灯似乎出了问题，不亮了。这么晚了，王一博也不好意思去打扰工作人员，于是他起身走到唯一有光的阳台，靠着墙角坐在了地上。四周一片漆黑，对于一向怕黑的王一博来说，真的是一种煎熬。
但是今晚似乎不太一样。王一博蹲坐在地上，靠在墙角里，双手环着自己的双腿，把下巴放在膝盖上，有些出神地望着远方。他不喜欢黑暗，也害怕黑暗，所以夜里总要亮着灯睡觉，好像这样就能驱赶走所有负面的东西，就能忘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前行。他总觉得夜晚很黑，但现在他却开始觉得，更黑暗的似乎另有其他了。不知过了多久，久到王一博昏昏沉沉快要睡着的时候，咔一声，他酒店房间的门被打开了。他仰着头，眯着眼睛朝着门口的方向望去，一个瘦高的身影出现在门口。酒店走廊昏黄的灯光给那人镶了一道柔和的金边，衬得那人的身影好看到仿佛是幻境一般。然后幻境里的人用带着俏皮的语气调侃道：“怎么今天没开灯呢？”等肖战适应了房间里的黑暗，他这才看到王一博在哪里。在阳台唯一有光的角落里，一向把脊背挺得直直的少年，此刻却抱着双腿，蜷缩在狭小的角落里，尖尖的下巴抵在自己的膝盖上，仰着头看着自己。屋里一片黑暗，窗外车水马龙，霓虹璀璨，而他的眼里却似乎只能看到墙角里的少年。肖战的心间似乎被什么狠狠地扎了一下，他一步步走向那个少年，而少年似乎有些迷蒙，微微仰着头，用一双带着懵懂的眼神看着自己。肖战把帽子和口罩去掉，在少年面前单膝跪地，然后俯下身子，把他抱进了自己怀里。少年似乎愣了一下，却又在闻到熟悉的香味后，彻底伸开双手将来人紧紧地拥抱着。肖战笑了，抬起手一下一下地轻轻摸着少年的头发，引来少年更加凶狠的拥抱，直到他不得不调整姿势，骑坐在了少年的胯间，双手环抱住了少年的脖子。好了好了，我来了，我在呢。王一博死死地抱着肖战，把头埋在他的肩窝里，半晌闷闷地说了一句：“哥哥，灯坏了，好黑，我害怕。”噗嗤，肖战笑了出来，然后稍微离开王一博，用额头抵着他的额头，眉眼含笑地望着他。别害怕，我的小王子。王一博并不作声，而是借用窗外的夜光打量着怀里的肖战，好像怎么都看不够一样，偶尔眨一下眼睛，却又紧紧地盯着他，就像害怕心爱的骨头被人抢走的小狗狗一样。肖战实在是没忍住，谁能扛得住王一博用一双水汪汪明亮，好似小狗狗眼神专注盯着自己的样子呢？然后他微微偏头，用双唇吻在了王一博的眼睛上，回应他的是铺天盖地的亲吻。